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 V8 的8缸分油盘，从宜兰来的 R129 500SL 的8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。那机械喷射的 Bosch KJ 系列的分油盘，最大的尺寸是做到 V8。那这颗 V8 呢，除了用在宾士以外，还会用在劳斯莱斯还有宾士的560 SL 或是500 SL。但是呢，这颗分油盘呢，目前我们碰到的问题是，引擎发不动。发不动的理由，应该绝大部分是因为这部车是停牌的。那停牌多年之后呢，因为它没有发动，所以造成油箱的污染物在分油盘里面造成堵塞了，那所以造成会堵塞相当严重。所以这部车会发不动的原因只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因为堵塞供应量不足；第二个就是完全没办法供油，就堵塞太严重了。那至于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，为什么会造成这部车子经过停牌多年之后呢，要从宜兰坐专车到台北来找张大哥的原因，我们来了解一下，到底是原因出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，在测试它行进当中，也就系统的出油量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那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14278。好，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标准的出油量在大哥的机台上面，如果以这颗 V8 的500 SL， 它的1分钟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90 ml。那经过停牌，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，所谓的就是堵塞。如果油路有在运作，定时有在运作的话，那这个堵塞的状况就会比较不严重。就好像我们的水龙头，如果常常使用，它的水量就会比较大；如果常常不用，或是我们房子里面的，如果多年没有人住，那水龙头的水可能就会比较小。这个就是因为没有使用所造成的。照正常，如果停牌的话，那也应该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我们看到它这个出油量，相当平均。那标准的应该在100，应该在190。结果呢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从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。第一缸70，第二缸70，第三缸75，第四缸70，第五缸70，第六缸70，第七缸70，第八缸70。跟标准的190，这少了190的出油量，它只出了70 ml， 所以造成这部车根本没有办法发动，因为它供油量少太多了。这个造成这个现象是带回到堵塞。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，造成它的上下油室的压力不足，使得它出油量要减少这么多？那就等大哥把这个分油盘我们拆下来整修之后，再来看看它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。
这颗从宜兰来的 R129 500SL 的8缸分油盘啊，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。那在整修的过程中，大哥发现它这个膜片啊，我们看到这个 V8啊，这8缸的膜片，它其实破损相当严重。我们来看一下这破损相当严重。那因为这个老旧的关系，那最主要其实因为它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这个破损状况，所以大哥把它换下来了。那因为长期不使用这个膜片它是在干燥的情况之下，没有在汽油的浸润，使得它干裂它这个是因为干裂所造成的，所以一个干裂所造成的。所以说，大哥一直强调，我们老车的车主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，让所有的油水电都能够运转。那包含分油盘里面的膜片，它有汽油的浸润，它就不会干裂。那在整修之前，我们看到它因为堵塞然后每1分钟的出油量，就行进当中的出油量，系统出油量1分钟只落在70 ml 左右。标准的话，在大哥机台应该在190啊。经过整修过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看它测试的结果是不是达到我们的要求。OK， 大哥打开定时器，打开电源，时间设定1分钟。好，开始。因为这个500SL 这个车子，大哥判断应该是在1991年，到现在有30多年了其实有老车身体不健康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发动是最好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，让油水电都能够循环，就好像我们老人家银发族人90岁报废，车子30年报废。那我们经过这30年以上的车子呢，以人的年龄已经超过100岁了，所以说需要血液循环这点非常重要。如果说停牌的老车，也一定要注意这样子，否则我们如果在放着不管，那问题会更严重了无论如何，老车、宾士车是我们所希望OK， 好，时间到。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。第1缸180，第2缸180，第3缸180，第4缸180，第5缸180，第6缸180，第7缸175，第8缸18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看到它的误差大概在我的成绩算相当优秀，在3%以内跟我们在整修之前的70 ml 的出油量，180减掉70，110 ml，少了110 ml，所以这部车是发不动的。必须要坐专车从宜兰来找张大哥等一下，我们还要再做一个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，来看看它的怠速的时候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，是不是平均。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编号14278，从宜兰来的R129 500SL 的8缸分油盘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OK， 大哥打开电源，打开定时器，时间设定10分钟。好，开始。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这个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，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，是不是平均，因为这个会绝对影响我们怠速的稳定性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。
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R129 500SL 8缸分油盘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，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。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14278。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要了解我们这颗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，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，是不是平均，因为这个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关闭电源，关闭定时器。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缸。第1缸190，第2缸188，第3缸190，第4缸188，第5缸190，第6缸190，第7缸188，第8缸190。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%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成绩相当优秀，误差应该在3%以内啊。那我们可以期待这部从宜兰来的铁灰色R129的500SL， 它这个分油盘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，它的怠速的出油量这么样的漂亮，这么样的平均，加上它几乎缸体都没有积碳的现象，跟新车的标准几乎是一样的，都在10 kg/cm 平方到11之间。那我们可以预期这部车子在引擎测试的时候，它的怠速绝对是相当稳定的。我们在呼吁老车的车主，经过30年以上的老车因为缸体不会坏，因为缸体顶多就生锈，而且它有机油在里面润滑，几乎是没有问题。但是供油系统被油箱污染之后，所有的车因为会报废，是因为车子不好开、不稳定，都是供油系统堵塞所造成的问题。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希望，因为分油盘堵塞应该整修过之后，应该是20年以后的事，所以这部车子理论上应该在20年以内，它应该是身体非常的健康。但是老车的保养就是要常常开，1个礼拜至少一定要发动10分钟，让油水电能够运转。那汽油记得，汽油在半年以后一定会变质，所以不建议老车把油加满，老车尽量加半桶油就好了，能够在半年以内把这个油消耗掉，然后让它有新的油进来进行循环。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，好，拜拜。